大家好，我是李清泉，今天给大家讲1916年出生的于振芳。说53岁那年，一场神秘的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自此他只生活在现在这个概念里。他的容貌和内心都不再是原来自己了，但他又是自己，而且还获得了超乎常人的神秘能力和经历。有些人会问，啥意思？跟着我往下看这段神秘且波澜壮阔的人生。我叫于振芳，出生于民国5年，也就是1916年。我的家乡在内蒙古赤峰宁城县大双庙下的一个小村子，当然这仅是我的第一个人生。我自幼随父母长大，家境贫寒。我家一共5个孩子，我行大，也是家里唯一的男丁，还有4个妹妹。自打我记事起，家里也没有什么吃的，常吃的就是谷糠或整个干苞米磨成粉面贴成饼再吃。我吃着还行，但是妹妹们太小，吃完后总是拉不出屎来，我娘只好用手帮着去抠。到了夏天是最好的，因为有野菜吃，最容易吃到的就是曲麦菜，娘采回来拿刀一炸，和谷糙的面一混，贴着干粮，那也是一种美味了。那年我3妹营养不良，我娘叫我爹管邻居借了1斤麻籽，打算熬点油给我们几个添点油水。妹妹们太馋，我娘赶着熬，他们赶着用手指蘸着尝，那油碗一不小心就被我3妹碰倒撒了一地，那我给我娘吓坏了，不是怕妹妹们烫着，而是怕我爹回来打她。她就趴在地上嗷嗷的哭，嘴里说着不要活了。那为了生计，我打小就被我爹送到财主李献长家做了扛活，因为年纪太小，我负责做饭，一开始需要搬个凳子站在灶台边才行，后来我慢慢长得高了，也就不用了。他家老婆子是个事儿人，我用手指偷偷舔一下汤，尝个咸淡都会被他用砧子扎，做错了也会被扎，倒尿盆不干净也会被扎。时间久了，我的胳膊上满是伤痕，长好的地方也会出现新的伤口，渐渐的我也就麻木了。这万恶的旧社会就是人不学人。有一次过年，我在他家包荞麦面饺子，有鱼有鸡，那叫一个香。我实在没忍住，就往兜里偷偷揣了4个饺子。过年了嘛，想给妹妹们尝尝，但是被我一同做饭的人举报了。李献长知道后，把我拎到了柴房，拿出足有小手粗的棍子打我。他让我交出4个饺子，我拿出来了。他脖子说算了，我不能吃了，脏了。他就随手喂给了旁边的驴。他开始狠狠地打我，他婆子说别往手上和腿上打，他还要出工呢，做饭少了他可不行。他把我撂倒放在凳子上，用木条狠抽我的屁股，这样一来，那我之后的日子就只能站着干活了。我哇哇大哭，我哭并不是因为他打我，我是心疼妹妹们本来大年30能让他们吃上饺子的。我爹接我回家，跪求李献长放过我。回到家，他给我娘说我不争气，给他丢了脸。我娘揭开我的裤子，发现裤子和皮肉已经粘在一起了。我娘只好温点水，慢慢的用温水分离我的皮肉和裤子的粘连，一点点的往下揭。那本可以解眼开裤子，这样更好揭开，但我爹嘱咐我娘说尽量不要弄坏裤子，因为我就这1条裤子，出工还得穿呢。就这样，我在李献长家做了多年的扛活。45年抗战胜利了，那年我也29了，要结婚了，要加1间房。我爹和我拿出板子淘来土，赶着用板子抵着，赶着压土，压实了就变成了土块，土块高了就变成了墙，4个墙一起加上顶，铺上草，那就是1间房。我迎娶了刘氏，刘氏是我们这儿附近少有的美人，和我们这些大老粗不一样。她10弯断字，长得很白，鹅蛋脸，挂着一双笑眯眯的大眼睛，很明理，也很懂事，把我爹也照顾得很好。接着4个妹妹也都陆续嫁了人，日子开始有了盼头。当时我就在想，日子无非也就这样，我挺知足的。村里人都说我娶了个好媳妇儿，说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结婚3年后，刘氏突发高烧，我想给她找药，她不让，说过几天就好了。我没在意，因为她身子骨一直虚弱，这也是我们一直没有孩子的原因。我爹总说不生养的女人不祥，我不在意，我知道她对我好就行。几天后，刘氏病情加重，我请来大夫，他远远的看了一眼，连屋都没敢进，就让我准备后事。他说他得了天花，我不信，上段时间还能走能动的人，这就要死了。我跪着求大夫给他治病，大夫摇摇头说治不了，匆匆离去。我想进屋，刘氏不让，
她说自己知道自己大限将至，这辈子跟着我她不后悔，唯一遗憾的就是没给我留下个一儿半女。我说这不是遗憾，我知道你对我好就行了，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找你。就这样，她离开了我。几个妹妹嫁人后，日子过得还算凑合，但四妹过得不好，婆家总欺负她。她丈夫经常打她，每次都跑回娘家，脸上挂着血，我看着心里边疼。但父亲不让我管，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别干涉人家的生活。我气不过，带着四妹去找她婆家，他们每次都答应不再打她，但总是食言，每次跑回来脸上还全是血，都没好样了。我和她说，哥心疼你，但哥无能为力，家里也没有多余的粮食，爹也不让我管，咋办啊？他总是懂事的点点头，待2天又回去了。我知道他回去会遭受什么，但又能怎么样呢？49年的冬天，大妹找我说四妹差点被她丈夫打死了。我急匆匆的赶去，看着四妹倒在地上奄奄一息。我问她婆家咋回事，没人知会我。看着她丈夫酒气熏天的样子，我想我也不用问了。我怒从心起，操起柴刀就给了她一下子，顺着绑缝就楔了进去，把他们全家吓坏了。我警告她，如果你再打我妹，我就弄死你。但我知道这没有任何的作用，我四妹好了会被她打得更严重。她丈夫喝完酒就是变态，没有任何理性，她婆家人也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背着她往家走，我和她说，老妹儿你跑吧，我这还有点钱你拿着，走得越远越好，别回来了，这样下去你会被打死的。她有气无力地说，好，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她。50年，同村大嫂给我介绍了李氏，她有一个6岁的儿子。我一开始不同意，但是架不住我爹寻死觅活，加上我娘这2年身体不好，一直在劝我，我只好再次成亲。婚后，李氏为我生了2个儿子2个女儿，加上李氏带来了大儿子，加上我爹我娘这一家8口人，就只有我这一个劳动力，人一多，又回到了谷糠野菜拌干粮的日子。但我坚持让大儿子和二儿子上学。我没什么文化，但我知道文化是个好东西，这点从刘氏身上和许多事情上都能看出来。大儿子上初中，离家远，路上很危险，我不愿意让他回来，我就给他送饭，来回180里地，每次走着需要3天。带的干粮也没什么好东西，高粱壳子和玉米面做大饼，还有他娘做的野菜根子撒咸盐。我倒没什么，就是苦了这孩子。有一天，他兴高采烈地跑回来，告诉我他考上了内蒙古工学院。我这个高兴啊，全家都跟着高兴。我和老二说，你看看你哥，你也好好学，以后跟你哥一样做个文化人。但也没高兴几天，大儿子就告诉我，因为特殊原因学校下马了，他没办法去了。一时间我竟不知道如何安慰孩子，只能说没事，啥事都能过去，有爹在呢。那是一个不安的年代。62年，娘死了，爹说这困难日子不适合操办了，去买张席子一卷，挖个坑埋了算了。我不同意，我向邻居借了钱，还是给娘买了一口小棺材。但娘个子高，脚怎么都进不去，最后只好侧着身子进了棺材。我娘委曲求全了一辈子，临了也没有直着身子走进棺材。6、7年，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虽然母亲不在了，但还有7口人，只有我一个人算劳动力。过年了，能分点甜菜英子已经是好东西了。同年，大儿子看家里实在困难，连饭都吃不饱，去了黑龙江闯关东。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也不知道会不会别人欺负。这孩子6岁，爹就死了，跟着我也没享过啥福。第2年他回来，带回了90斤白面，给我爹高兴坏了，说这关东喘得直，比我们全家人分的都多呢。嘴里一直说着同理啊同理，这回好了，这回年30晚上能吃上饺子了。同理是我大儿子小名，大家都高兴。但是29那天他就没了，我爹到死也没吃上这口饺子。69年5月份，媳妇带着老小过去投奔了大儿子，然后是二儿子。孩子考上了大连工学院，但是不想去念，饿着肚子上学的日子他应该是受够了。我劝过没有用，在饥饿面前，文化似乎没有白面重要。是啊，随即去东北投奔他大哥了。紧接着大姑娘带着老姑娘也过去了。我收拾完家里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但我还是想最后看看。我去了刘氏的坟头，告诉他我没忘记他，会回来接他，也去了爹娘的坟头磕了头。我拿着包裹离开家乡，为了早点和家人团聚，我加快了脚步，走着去宁城，再从宁城坐火车去赤峰，再从赤峰坐火车去东北，大致的路线就是这样。为了抄近路，我走的都是毛道。我走到一个比较宽的毛道时，忽然一声巨响，像是雷声在我耳边炸开，我跪倒在地，
耳朵嗡嗡作响，呼吸困难，大口地喘着气。我抬头一看，前方路上出现了一个大坑，坑里升起一大片黑雾，占满了整条道路。我不知道这是何物，但感到一种奇异的舒适感。我站起来，恍恍惚惚的想靠近看看，黑雾却消失了，只剩下那个坑。我心里边发毛，就赶紧离开了。走了很远，我累了，靠在路边休息。朦胧中像是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东西在提醒我什么，我只当自己是太累了。我终于到了赤峰，坐上了去东北的火车。前路是希望吗？希望是的。我睡着了，恍惚间我好像看到自己在我面前走过去了。自从遇到那片黑雾后，感觉整个人一直很累，对事物的感知在快速的减弱，情感就趋向于一种特别平静。就他此刻状态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很平静，就是你什么都不想，你也不知道你想什么，就没有起伏。不知过了多久，我像是做了一个漫长的梦，这个梦啊，像是过去了一个世纪。当我睁开眼睛时，我竟然看到自己正坐在我的座位上，而我却坐在另一个陌生的座位上。奇怪的是，我内心却没有一点点的惊讶，情感正趋于极度的平静。我知道我还是我，但又好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为了证实我的猜想，我望向车窗中的倒影，发现自己看起来只有20岁左右。与火车那个53岁的自己容貌大相径庭，但是这张年轻的面孔我却一点也不陌生，很熟悉很熟悉的感觉，这也是我。那坐在前面的我似乎察觉到我的目光，转过头来微微一笑。此刻我明白了，他并不知道我就是他，只有我知道我也是他。我的脑海中开始涌现一些从未拥有的知识和记忆，它们并非一瞬间出现的，而是那种缓缓的往出溢。随着这些东西的浮现，我的情绪也越来越平静，但我对世界的感知似乎不再减弱，而是变得更加具体而清晰。不过我还是知道了，应该是这样，坐在我前面的我是过去的我，或者说将来的我，而此时的我是现在的我，一个只在现在体验世界的我，脱离这个世界不断变化本质的我。也就是说，我不再变化了，也不能这么说，这只是我暂时的理解。我与我一起下了火车，跟随他们前往孩子所在的兰溪县。出站后，我看到妻子和孩子们来接他，大家都很高兴地回了家。我一路跟着，这时大儿子注意到了我，回头问道：“兄弟，你也是往这边去吗？”我答道：“是的。”他说：“真巧啊，你从哪里来？”我说：“赤峰。”这时我回头笑着说：“我们也是从赤峰过来的，那边日子不好过，这边好多了，所以全家都来了。”我点点头：“是啊。”走了很久，他们终于到了家，但我的意识似乎在告诉我自己该离开了。大儿子问我：“你是这里有认识的人吗？”我回答：“有的。”他说：“那就好，进屋喝点水吧。”我摇摇头说：“不用了，我的朋友在另一个村子，刚才走错了路，跟着你们来了，我得去找他了，再见吧。”说完，我转身朝村口走去。走到村口的树林，我却停下了脚步，不知为何，我想再看看他们。我在村子里观察了几天，村里总共没几户人家，我大儿子的土房子就在村子中央。我看到了小儿子在淘气，我要打他，他娘在拦着。大女儿很快和村里的年轻人熟络起来。大儿子带着二儿子和我去生产队办了手续，成为社员。我看到我们一家人没有受到欺负，大家都在善待他们。这几天里，我脑海中的那些知识变得越来越清晰，那是一种不属于我的智慧，那感觉像什么呢？奇妙无比，就像你头脑痊愈后的那种清明，但又强烈无数倍。直到今天，我都无法用任何的已知的情绪和感觉来形容它。这种能量的感觉，就像你在你的身体里，又或是一个其他的什么地方，能自动种植一大片庄稼，然后能获得巨大的丰收。我可以将这些收获储存到身体或者另一个地方的某个仓库里。而且这些庄稼似乎源源不断的在丰收，巨大的能量充盈在我的体内或是另一个地方，就像是有一个阀门，只要我专注，我就能感受到那种源源不断的能量涌现，我可以产生、储存，甚至可以操纵这种巨大的能量。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或许可以做一些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我似乎可以去到我任何想去的地方。前提是我的脑海要有那种具象的体验，足以产生视化才可以。于是我的第一站就是老家赤峰。我的脑海中细致地描绘出老房子、空气的味道，甚至人们的面孔。当我的想象达到极致时，我感觉到阀门打开，全身充满了力量，周围的环境开始轻微变得扭曲，空气变得粘稠。
粘稠，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详细的了解过物理空间，你就知道这个粘稠是为什么。能量快速振动，身体似乎由无数微小的东西组成。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粒子，它们在响应着某种召唤，随着能量达到峰值，眼前的物体边缘开始模糊，形成旋转的光环。紧接着一阵强烈的拉扯感瞬间失重，我睁开眼，发现自己已站在赤峰老家的门口，和我脑海中构建的位置基本是一致的。周围的景象边缘先是模糊，像马赛克那种，然后迅速变得清晰。我的身体在几秒钟内仿佛不受控制，有轻微的眩晕，像是在一直旋转所产生的那种。慢慢的，我试着向前走，感觉脚步很沉，身体像被什么束缚着，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因为我个人对他提到的那种能量极度好奇，以前我也好奇过，说究竟需要多大的能量才能让一个人以极快的速度从一个地点移动到另一个地点？我们可以用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 E 等于 mc 的平方。如果一个人的质量完全转化为能量，然后在另一个地点重组，需要的能量等同于人体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那我们把他的体重就定为一个70公斤重的标准男性体重。这就相当于6.3乘以10的18次方焦耳。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理解这个数字，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已知的原子弹能量的释放，比如广岛原子弹的爆炸能量为6.3乘以10的13次方焦耳。那么需要实现这样的瞬间移动，所需的能量约等于10万颗广岛原子弹的总和。如果它真的能拥有按智能方程完全转换的能量储备，并能随意调用，那它可能不仅限于瞬间移动，因为这种强大的能量足以使一个人拥有飞行能力、时间操控和物质操控、自我再生、永葆青春、超级力量和速度、创造和毁灭等。但是这可能吗？一个普通的人如何能产生、储存、操控这一巨大能量？或许答案并非完全否定。根据他所描述的黑雾、巨响和坑洞，我推测以下有几种可能：第一，基因激活。特殊环境刺激激活了人类基因中的潜在能力，使它能以全新的方式储存和利用能量。第二个，共生体融合，它可能与某种能量生命体融合，获得了超凡能力，就像电影《毒液》中的情节。第三个，维度交互，它接触到了高维度的物质或能量，这些维度的物理法则不同，赋予它特殊的能力。第四个，平行宇宙融合，它的身体可能与平行宇宙的自己融合，获得了双重的能量储备。第五个，地球能量场，它无意间与地球的深层能量场共振，能够吸收和释放地球能量，正如《神秘笔记》中提到的那种原络能量。回来后足足2天，疲惫感才渐渐消失。我想和我这次体验有很大的关系。我或许还未完全掌握那些知识，脑海中的信息如同阳光下漂浮的灰尘，这块它比喻的太好了，一丝波动都会使它们飞扬，无法沉淀。就这种知识很难掌握，你的脑海中充斥着这种人类所不理解的知识，但这种知识它就像阳光下的灰尘一样，你没法让它沉淀下来，它沉淀下来你才能实现，才能用。我觉得这一段有很多修行的人会瞬间理解他的话的意思。但因为时间问题，我今天就先讲到这儿了啊。后来他去过美国，去过埃及，去过秘鲁，去过很多神秘地方，也遇到了很多奇异的经历和人，包括很多细节。比如他在夜晚到了美国，他买了帽衫和皮夹克，遇到一位从事那种行业的女人，和他之间发生耐人寻味的故事。总之很多吧。当然他也回去过，他大女儿嫁人的时候他曾回去过，但仅仅是远远看着。最后一次回去是2003年，我想再看看。此时的他，或者说我，已经老态龙钟，站在小卖部的栅栏外，手里握着硬币，和可爱的小孙子一起买冰棍。我远远地望着他，或者说望着自己。他已大限将至，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话语。此刻的我依然存在，过去的我和将来的我即将消失。好了，如果这个视频引起了你的兴趣，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别忘了点赞、收藏并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通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新的内容。感谢你的观看，咱们下个视频见。